那么我们内地的手续啊，大家都清楚了，要怎么样的申报啊、审批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啊，甚至于到了这个最高一层了啊，就是到了这个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啊。基本上应该说是下边这些的手续章子都盖全了啊，但是到了港澳办以后又给退回来了啊。退回来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出国留学人员呢，回国以后啊，要首先为国家做贡献啊，那不能说回国以后就出国，这个不可以啊，要回国以后啊，要首先要为国家做贡献，不知道他是1年2年了，可能大概是2年，就是你为国家做贡献1-2年以后，那你才可以，他允许你再出国。那这样的话啊，前功尽弃啊，本来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结果一下退回来了啊，一下退回来了。那么退回来以后呢，那个一些的这个领导就通知我啊，就是说这个不行了啊。他说你看你还是留在国内继续就是找工作了，还是再回学校回伊斯兰大学再继续学习了。因为我当时考虑了，因为还年轻嘛，说年轻也不年轻了哈。那我认为如果求学的话呢，还是趁着年纪轻的时候求学啊，如果年纪大了求学了就更难了。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还是回去回巴基斯坦继续深造，继续学习。那么这个手续呢又要再来一次因为我们属于公派公派自费嘛，但是还要给上面一个要打报告打报告。就在这个打报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国医协已经同意了，给国家宗教局写了信就是说同意我继续再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继续学习。因为当时这个护照一定他要上面要批的不批的话要他们给办护照的你自己办不了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自由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了，在这个外事办国家宗教局外事办一个外事处的处长，那我当时是我自己亲自去的。后来他说哟，他说你就是杨兴本吗？我说是他说不是香港伊斯兰联会要请你去吗？你怎么现在又要去巴基斯坦读书了？这个处长姓安了，他还是个回回是个回回。他说你怎么又去学习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他说我再了解了解看一看。他说要么你不要去了，咱们现在国家宗教局外事处需要人，干脆你到宗教局来工作算了，是不是说不定将来你还能干个干不了局长，可能还干个副局长所以他当时给我一个鼓励这我说我对这个行政也不感兴趣，我说我从小就是学宗教的这个我说我还是想这个去学习。他说去学习了也是好事情也是好事情。他说我再了解一下。他说这个香港这个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去不成了？原来是这个要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做贡献，然后才可以出去。那么他说现在有另外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他说你呢这个让这个香港伊斯兰联会发个邀请函呢，就是半年的半年不超过半年因为超过半年呢，你这个长期在外工作了，这个需要港澳办呢
他们来批啊，这个有些难度。如果是不超过半年的话，就是国家宗教局港澳办可能有这个规定，就是短期的在海外工作可以。那他说那试一试吧，所以就这样，又把这个事情又重新又开始了。那么就是一开始来了，就是申请了一个半年的说是6个月了，实际是当时我记忆当中可能是5个月，是5个月的签证。那么这个长话短说了在光办这个手续，从92年办到93年办到93年，93年呢还不是到办到93年年底了那么这个签证是在英国大使馆签证也是国家宗教外事处他们去办的因为当时这个通讯呢设备可能没有现在先进，所以呢也就是一直推到了93年的12月那么我是在1993年的12月的13号到的香港。那么那个时候呢是老的飞机场起的飞机场，所以就在香港呢就开始了这个工作。那么人生地不熟因为这个很多环境又要学着广东话也是不容易能够在这儿工作打开一个局面。所以当时在来之前呢，一些领导呢也找我谈话。谈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了你呢，这个到香港以后好好干5个月，如果干好了，可能继续人家还留你干不好了，可能就让你回来了。所以后来到香港以后我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请人呢都有试用期，要3个月试用。3个月试用期一过，你不合适，人家就辞退你了所以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原来人家来请的话呢，也不是说请你就是长期的聘请你，也实际上也是先要有个试用期的人家认为你可以的胜任这一份工作，那才会继续聘请你不胜任的话，那也就是让你走了。当时领导呢但是也是很关心嘛说的也很明白就是说呢，你这个如果你真的做不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那你就自牧之业吧意思就说了，我们一些也不会也不会给你安排工作就是你自己找工作。因为当时我们那一批的留学生回来就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自牧之业，没有说包分配我说没有问题，我说托靠主吧，印上了。那么这在香港呢就这样呢那么做下来了。那做下来当中呢，就每一次的签证都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当时还是港英政府93年年底。那么这5个月很快到了又要办这个延期签证所以当时呢是新华社通过中国旅社和这个国家宗教局中国一些这总之了反正这些手续了必须要的没有这些手续了，你的这个这个延期签证呢你是拿不到的不管怎么说吧这是还是知甘斟酌，安拉的相助都在一些很危难的时候安拉的相助到了，所以呢都是比较这个顺利的过来了那么就到现在来讲了，那已经是26年了就快27年93年。是来的时候胡子是黑的，现在已经是白了，白胡老头了。因为香港呢，这个对香港的这个第一感觉呢，就是一个繁华的城市，高楼大厦这个
因为对我来讲，在这个农村长大的人，一个孩子来讲了，那么到香港以后了是很不适应的啊，因为我看到这个街道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每天呢也不知道太阳从哪儿升起，在哪儿落啊。那我都是感觉了，是一种压抑感啊，压抑感。我认为，如果是说生活的话啊，我不会选择在香港这个地方生活。但是呢，啊，这是安拉的安排啊，来到了香港，这个目的，这个举意啊，不是要在这儿生活，是在这儿有一种使命啊，也就是要为主道而工作。那么，所以呢，就抛开这一些困难了啊。那因为香港住的地方也小啊，这个生活方面呢，这个习惯和北方呢都不同啊。那么我认为这些的困难呢都能克服啊。所以来香港那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广东话的问题啊。因为来到这个香港以后，我这个在不同的场合啊，甚至于在这个大殿里头啊讲 words 啊，在一些场合去讲经了。这个人这个当时啊能听懂过这个普通话的人呢很少啊，现在就多了。现在年轻人基本上因为回归20多年了啊，基本上大家都能听懂了普通话。那么当时那特别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呢，更是听不懂啊这个国语啊，这个白话，这个普通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呢，就是还有个翻译啊，有翻译。那翻译呢，就是我因为刚到香港的时候，我的这个Dawah Committee啊，这个 Chairman 是Abu Bakar Ma 啊，那么他就是我第一个翻译啊，所以Abu Bakar马永祥呢。就是我的这个翻译啊，在这个大殿里讲经啊，什么都是他翻译，甚至有些场合啊，都是他翻译。有时候呢，就是这个于校长啊，也做翻译。但是始终来讲呢，你到一个地方不熟悉当地的语言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首先呢，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你才能和他们当地人去沟通啊，你给他们去传授知识，去做大瓦的工作，那你不懂他们的语言，那是没有办法进行的。那么伊斯兰联会呢也比较注重这一点哈。那么也叫我就是说是去学广东话啊，去学广东话。但是特别呢，就当时的一个我伊斯兰联会的主席是英国人啊，这个佩奇先生啊。佩奇先生他是一个入教的一个英国穆斯林啊，他对香港的这个穆斯林的贡献也很大啊。那他的太太是一个马来人啊，所以他太太呢，就是自己专门给我请了一位广东话的老师，而且呢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啊。他让那个老师呢，就是晚上下了班来教我广东话啊。但是他给这个老师的费用他就是来跟我讲，他说你想在香港待下去的话你一定要学广东话，不学广东话的话就没有出路啊。所以当时呢，我这个一开始讲经的时候呢，都是先要写下来写下来，用广东话写下来了，然后再照着念这老师了再给你这个改正这个发音不过到现在的广东话了也说的不太好特别是1和2也经常的分不清楚特别是听电话，这个1和2经常的搞混了甚至于说这个吃和死也搞不清楚。死所以经常呢，因为这个广东话发音发不好经常说一些的笑话出来当时咱们说这无意但是听的人都笑起来了，我不知道笑什么。那你这个发音发的不正这个意思变了